嗨，大家，我是永和彼得潘。上周是2024黄花东自行车赛，今天要带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跟我和 Team Saito 一起骑一次黄花东。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如各位所见，我已经抵达花莲了，我们也没时间在这边瞎忙，换好车衣，马上开始执行今天团队计时赛的热身计划。今天的热身总长30分钟。会在前半段把强度慢慢从60% FTP 跌到90% FTP， 在短暂的3分钟休息后，开始进行高回转的115% FTP， 将心跳拉高，目的是为了事先适应等等的高强度。过！不要抽！今天的团队计时包含5个人，总长18公里，每1分钟放1队。成绩的计算方式是以第4个人进站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最多只能有1个人当燃料棒牺牲。团队计时前，我们拟定的策略是： 1. 稳定起步，好让大家一开赛就能顺利的开始轮车； 2. 每人轮车30秒上下，换人的时候慢慢加瓦，好让退下来的人顺利接上； 3. 希望到最后1公里之前，大家都能骑在一起。我们这次的团队计时初赛人员，除了我，还有队长义才、新富、玉成，还有永和冰淇淋。比赛一开始，因为真的太久没有在平路骑这么快的速度，所以都不敢跟太近。哦，换我了。这是我第一次上去轮车，还不敢一次给它 all in 下去。从时速表就可以看得出来，速度马上被我拉下来。老实讲，我在这边压力真的超级大，太久没做这种强度的轮车，我真的很怕我还没到折返点就开掉。可以更近一点。快到折返点了，这边可能因为一下子呼吸太大力，整个横膈都在隐隐作痛，只好请队友帮我拖延一下时间。进来！靠 ，Brighton 车队也太快了吧！回程因为习惯高速轮车了，队友也越轮越快。在这边，我们也被本次比赛最强的队伍 Brighton 车队无情的碾过去啦！他们真的是猛到一个不像话欸！不过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用我们的节奏尽全力完成这场团队计时赛。在最后2公里多追到前面出发的队伍，但这时候我已经催到紧绷，等一下换我的时候就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了。现在全部稳定。最后，我给力的队友们也很快的消失在我的眼前。我后来看了一下，大概是晚了他们20秒钟进站。总而言之，今天绝对是用尽全力的一天。
哇靠，前面超快的。我们应该是1、2、3、4，前进5只都在，太扯了。5。哇靠，太猛了。好，我们继续颁奖。好，来，我们第5名。好，第5名，第5名就是 CYTO Team， 在破哈。好，就是跟县长讲一下，本来我们也邀请县长要组一队，今天跟大家一起团队计时哈。这个时间不在那个哈，我们就是把它骑完哈。刚刚呢20公里呢，今天的结果比我们预期中的好很多。18公里耗时23分07秒，平均速度46.7公里每小时。Saito 也成功的拿下第5名，但我们真的不得不佩服前面的车队，他们真的太厉害啦！嗨，今天加油啊！第2天的路线是从花莲一路经由台11线抵达台东，总长123公里。会依序经过牛山、三仙台，而第1天的重点路段不外乎是唯一一个爬坡牛山。牛山总长4.3公里，爬升约200公尺出头，算是一个蛮吃最大摄氧量的坡。但如各位所见，我进牛山之前跑到集团后方去锁我的摄影机，所以还没有入坡我就眼睁睁看着集团前方的精英选手一溜烟的跑掉了。后来我也不急。一路上找到几个愿意合作的选手，一起追赶前方集团。追赶过程中，我完全没有空闲开摄影机，因为实在太惊了。最后终于在 Rafa 瑞哥无私的贡献之下接回了主集团。我那时候真的想说，拜托，现在真的不要拉强度啊，我真的会爆炸。所以在这边奉劝各位，比赛的时候绝对要随时注意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爬坡之前一定要抢到好的入山位置。要不然可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今天总长多少？128，现在多少了？62。你们看我这个落赛的脸，我听到62公里处真的是要疯了，怎么还那么远啊？但好在后面都是缓坡丘陵。跟起来也不算太吃力。看我没拿到补给，原本要拿我的。哦，是啊，是我的。而且没拿到。我们的补给点设在70公里处，但我2次都因为手太滑没有接到水壶，目前正处于沙漠骆驼的状态。没接到，干。最后，我们队上的新富和嘉佑在一波稍微加压之后就走掉了。新富也顺利的跟着领先集团跑到最后，并获得第6名，可喜可贺。而我目前的 FTP 真的没有办法帮助团队执行太多的战术，不过我还是得全力以赴，完成了我第1天艰难的公路赛。啊，对了，为什么没有最后冲线的影片？因为摄影机的电池跟我的人一样没电了，但还是有 Strava 的完成路线，总长123公里。均速41.6公里每小时，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今天的路线。原来这就是集团的威力啊 ！Let's go！ 第3天，既然都叫黄花东了，不骑回花莲说不过去吧？今天是3天中路线看起来最难的一天，总长180公里，爬升1700公尺上下。今天用均速40去算的话，少说也要骑4个半小时。于是早上我们全队在民宿就先吃完 Dave 教练煮的地瓜粥，好吃也好消化。今天比赛中关键的爬坡段依序是玉长公路逆牛山，在玉长之前约有70公里的缓下坡段。今天集团过得相当和平，甚至会开始有点想睡。前面轻松的里程我当然也没有浪费休息的机会，能躲好就躲好，快到山脚再慢慢往前移动。今天也遇到了几位重点人物，以及昨天表现亮眼的选手，包括何燕怡、万大中、谢浩轩。至于新店奥特曼，因为他真的太猛了，一直在集团前方攻击，所以我完全没有机会拍到他。
进入浴场，这次有学乖了，卡在中间偏前的位置，但因为前面集团速度我真的吃不消，所以果断跳车寻找适合自己节奏的列车。给我这个位置给我。在长为7公里的玉长公路，也分裂出了今天关键的领先集团。可以要冰水吗？好吧。现在在前面带的是刚从法国回来的 Bobo， 真的很扛，但本人好像说玉长爬得太轻松了，后面追得很辛苦。快到顶了。还有一段。开始，水过吗？在下坡结束后，我本来还想重演第一天追回集团的丰功伟业，结果因为一个没有默契的轮车，直接让我目送前方的追赶集团远去。我当下也无心一个人继续追，又等到从后面接上的瑞哥，两人相依为命，直到后面有更大团的集团上来合作。后来听队友说，我们有新富和玉成在领先集团竞争总排，所以我和队友只需要在后面集团待着就好，不需要帮忙去追赶。因为不用带头追击，我到牛山之前真的都过得相当舒服，为了就是要保留体力撑过牛山的考验。我这是什么休闲时段？好爽，好爽。这边就是牛山坡顶，虽然前面的里程省了这么多力，我在爬牛山的时候也是相当痛苦，真的很佩服前面集团在这边还能继续加压攻击的选手。最后，在冲线前电池又没电了，但在最后冲线不知道哪来的体力，让我刷新了近期踩到的最高功率。3天的全力以赴也在我过线的那刻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对上玉成和新富分别占据总排第9及第12的位置，希望我有天也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来协助攻防。今年的黄花东公路赛，最后我以总排26名进站。虽然还在 FTP 的重建之路，但我非常满意这次的表现。FTP 以上做工2天公路赛都突破250千焦，3天下来不只练到了间歇不断的拉扯，也学到更多技术层面的知识，包含跟车距离、卡位技巧、入山位置的重要性、判断攻击等等。真心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报名看看，在台湾比多日赛的机会实属难得，黄花东就是你最好展现多日耐力的舞台。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老样子，想看什么内容或是想跟我说什么，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言，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和 Strava， 连结在影片下方。我会在那边持续更新我的骑车日常。我是永和彼得潘，各位下次见，拜拜。